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试用一下这个 Rare Beauty， 就是 Selena Gomez 她刚刚推出的这个个人彩妆系列的产品。我这次呢有购买了这个粉底跟腮红，那究竟好不好用呢？我们就一起来试用一下。 那这次的这个 Rare Beauty 除了粉底跟腮红，其实它有推出很多其他不同品类的产品，比如说像唇膏啊，像 highlighter 啊，像遮瑕膏，还有像化妆刷这样的产品。那当我看到 Rare Beauty，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让我联想到这个 Rihanna 推出的这个 Fenty Beauty 这个系列的产品，因为他们呢都是有2位明星推出的自己的这个个人彩妆系列，再加上他们产品的这个类别又比较类似，所以呢，我猜测这2个产品可能今后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。那我们先来试用这个粉底。这个粉底的名字呢叫做 Liquid Touch Weightless Foundation。就是从它的名字来讲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非常轻薄的，遮瑕力并不是很强的粉底。用之前要摇匀。而且呢，这个粉底是加拿大生产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它里面。它的盒子的里面是紫色的。就是。 还蛮可爱的一个这样的包装，这种叫什么莫兰迪色吧，瓶子呢是磨砂质感的。这个颜色我是盲选的，还是蛮适合我的。把它晕开看一看，上手之后感觉非常的丝滑，完全没有黏腻感，非常的轻薄。涂完之后呢，是一个这种亚光的质地，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毛孔。 不舒适以及这个厚重感完全没有。那我现在在脸上试试它的这个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这个粉底呢，就是如果你是它跟那种 full coverage 的遮瑕力去比呢，肯定是比不了的。但是在轻薄粉底中，我觉得它的遮瑕力还是不错的。刚才在试这个粉底之前，我脸上已经有了一层粉底，再加上高光，还有一些定妆粉，所以其实如果再涂一层粉底呢，很容易会出现那种结块的现象。但是这支粉底涂上之后，完全没有这个结块的现象出现，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薄以及服帖。而且刚才呢，我是用手这样来涂的，如果用这个美妆蛋来涂的话，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。虽然它呈现的是这个亚光的质地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那种很干的那种有纹路的感觉，还是非常服帖跟自然的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粉底的产品还是不错的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腮红，它的腮红的色号并不是很多，一共是分成了2组，一组呢是那种 matte 质地的，就是亚光质地的腮红，还有一组呢是那种有光泽感的这种腮红。那这支这个 Joy 这个色号呢，就是那种有光泽感的腮红。就是这样的一个，我记得我选了一个偏橘的颜色，但是呢，看起来这个还蛮偏粉的。天哪，有荧光的感觉。这个发荧光的这个橘粉色吧，晕开之后还蛮漂亮的，非常非常粉嫩的感觉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它这个上脸之后怎么样。好像涂多了。天哪，灾难！这个腮红，这种液体的腮红真的是，好搞笑啊！这种真的是就是一点点其实就可以了。我已经尽我所能的用手指去匀开它，但是像这种情况呢，我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干的海绵去晕染它，会更安全一些，就不会像我刚才弄了2个大红脸。其实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就是显得非常非常的粉嫩。这个颜色真的是看上去会让你觉得我的妈呀，这个荧光粉我该怎么办？但是实际上上脸之后，还蛮惊艳的。而且这个颜色的很棒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是白皮的，当然涂这个颜色非常好看。但如果你是黄皮，因为我就是个典型的黄皮，涂起来也真的是很不错，我觉得就很自然。虽然是这种带光感的 finish， 但是它的这个光非常非常的这种微弱，非常的自然，不会有那种特别突兀的光感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腮红喜欢。
那刚才这支粉底呢，它的售价是29美元，腮红它的售价是20美元。说真的，这个定价我觉得还挺不错的，也没有那么贵。如果单从毫升数来讲，这个稍微更贵了一点。但是呢，如果从产品的品质跟效果来讲，我更会去购买的是这一支。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棒，无论是颜色呀，还是它这个上脸之后的效果，我觉得都是我很喜欢的。非常推荐这个腮红。那在这次的这个 Rare Beauty 中呢，还有一款产品，它是这个关注度非常高的，但是我没有购买。它呢是一个粉盒，就是这个粉盒呢打开之后有一半是这种按压式的粉饼，还有一半呢是吸油纸，100张吸油纸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装备，出去时补妆就会非常的方便以及实用。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宝宝们会喜欢这样的组合，我自己也会喜欢。但是我没有购买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吸油纸啊，随着你用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你的油就会越出越多，所以我在发现我有这个现象之后呢，我就尽量避免不去用吸油纸。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购买这个产品？否则我肯定是会去试一试这个产品的。好啦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下次再见喽，拜。